工贸大厦，然后你看封闭区域，内有恶犬。你看从这儿出来啊，这栋楼特别有香港的风格。你看这个密集度，就跟好多个那种就是北京那种苏式楼给它连在一块儿的感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DJ汉堡。那么这一期呢，要跟大家在视频开始前正式的说明一下，那我在今年的5月中旬呢，应该是正式的结束重庆的旅居生活了。应该以后我还是会回到北京做一系列的视频，或者做一系列的旅游视频。当然也有可能南下到大湾区做旅居，这个具体这两个城市回到哪个城市，还是去广东，这个没有确定好啊。但是重庆西南地区的这个旅居旅游，这是要告一段落了。所以说呢，今年春节呢，我也就没回北京，就也想感受一下重庆这个春节的氛围吧。所以在2月1号呢，我去了重庆的2大商圈啊，一个是非常火的观音桥商圈，一个是略显落寞的这个南平工贸这个商圈啊。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吧，也是一个还是一个第一视角的这种深度的探访。那么大家也可以看看它不一样的这种感觉。那其实有一说一啊，今年可能也是我了解的不够深啊，我以为重庆可以放这个烟花炮竹，结果不能，这个感觉就和北京那种安静的程度差不多啊。当然重庆的这个安静和北京安静还不是一个维度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也是一个挺不一样的这个春节感受啊。但是重庆的燃放烟花炮竹呢，准确来说应该是重庆的一些城区或者区县的部分镇啊、部分街道是可以燃放的啊。明显重庆市中心过年的时候，这个车也少了很多，然后很多店铺也都关了，便利店呀、卖吃的的，那这个火锅店还开着，你看它可以外摆。这华龙桥几乎是渝中区最现代化的地方，就是细节呀、楼的设计，你看，就是挺港那种感觉的。这边春节还挂上灯笼了，挺有意思的。观音桥地铁站虽然没有跨年夜高峰期人流量那么多，但是相比于一会儿我拍的这个南岸区的南平商圈，还有和北京的一些商圈的对比，人流量已经是非常的多了。而你看，大部分就是说，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，也都会在观音桥转一转。然后它这个整个商圈，我看也做了一些春节上的一些观景的布置啊，还是挺有这种春节的氛围的。然后呢，这次视频我也来吐槽一些缺点啊，简单吐槽一些缺点，个人主观看法。其实观音桥这边有时候觉得有点乱啊，它乱一个是它整体配套比较老，第二个呢是它这个路线各种那种地下通道也特别多，然后马路也会把这个整个商圈断了好几节儿。比如说你是从这个嘉陵厅边上过来的，应该就是从这块儿，然后上来，然后走这地下通道再过来啊。这边这个应该是冲南啊，我南方向是江啊，这个方向感应该没错，所以它是分裂出来那种感觉。整体这个商圈比较老，但它就是非常火。我听这个重庆本地人说，这个是相当于观音桥和那个南岸的南平啊，这是同一时期的南岸的南平，然后那个九龙坡的杨家坪是同一时期，但现在最火的还是观音桥。这跟这个重庆发展这个城市也有关系。比如说重庆它这个发展也是往北发展啊，这个和北京是有点像的。所以往北发展江渝北，就正好占上这个优势。所以你会发现这观音桥还是这么火。但你看它整体这个商圈是非常老的感觉啊。而就是说，就还是那句话，重庆大问题就是说什么，它质感很粗糙，你知道吗？无论是这个它这些外摆啊，还是什么，就是比较粗糙。这是它老商圈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不太够细节。那对比一下那个成都的太古里，相比之下要好很多啊。因为咱就比较市中心的这些位置的，不用比如新区的，什么重庆的光环啊这些，咱没有必要。观音桥这边也很容易堵车啊，你看这个道很窄，然后这边还来一排违停，肯定就给堵上了。然后这个赛博好像是卖电脑，我好像进去看过啊，卖那个当时我想买一个本嘛，笔记本方便一点。当时我在考虑 Windows 还 Mac 的时候，这块我当时想选那个 ROG 那个套装，那最终选的苹果啊。反正这观音桥卖什么都有吧，但就还是那句话，比较杂乱啊，是明显的。其实可以再提升质感啊，提升质感是可以的。大狗这么大个儿，
像这种大型犬啊，我不知道它算大型还是中型。在北京的话，尤其市中心，我好像记得是4环外才能养，4环内就得扣下了。这个底下是一个公园啊，白天的话会有一堆老头老太太在下棋、唱歌什么的，各种特别有意思的活动。我这喇叭声真大啊！就这种喇叭吧，你放那种集市里，我觉得可以啊，但你在这商圈里放这么大声，就特别村镇乡镇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观音桥往上走，这条道就是好像是一个打卡的地方吧，好多人拍照啊。这条道的话，一直往上走就能上到九街，但是得走15分钟吧，就是这坡也挺陡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这块人是挺多的。观音桥简单转了一下，我就前往这个南屏商圈了。因为观音桥，说实话，就转的话，多转几次也就那样了。想知道重庆这种比较有重庆特色的帅哥美女长相，哎，你就看重庆轨道交通这个宣传图，就是这种重庆的这些帅哥美女，比较清秀啊，比较典型那种南方川渝美女、川渝帅哥的感觉。北方这种大美女大帅哥，你就看看春晚很多节目选的这些主持人啊，选的这些演员啊，就是北方那种比较大气的长相啊，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。还是老样子啊，坐3号线从观音桥站上车，然后到达这个南屏站啊。其实我是工贸站下车的啊，就是也是南屏商圈这附近了。然后南屏这个商圈呢，我只来过，算上这次应该来过3次吧。反正每次来，无论是6日还是周一，就是工作日这种时间来，就是感觉人流量都不太好啊。反正感觉这个商圈比较衰败了。其实你要我说它的这个商圈的细节啊，商圈的这个状态，你跟观音桥相比，感觉好像没差太多啊，但是就是没有人流量啊，反正也挺奇怪的。然后具体大家可以看我现场拍的视频了。9点，工贸这儿都没人了，这叫什么呀？工贸大厦啊，荒废了啊！你看，工贸大厦，然后你看封闭区域，内有恶犬，然后这个楼就跟那个菜园坝那个什么铁路大厦一样。都没人，这儿旁边就是地铁站，你看这儿一个地铁站，然后转过来，这儿一个地铁站，其实很核心的位置啊。而南屏的话，这工贸离这个什么渝中区，反正特别主城的一个位置吧，可以这么说。南岸区的核心，虽然他们这政府好像搬到茶园去了啊。南岸这边没怎么来过，来的不多吧。南屏的话来过2、3次。但感觉就是在平常这种人特别多的时候啊，比如说观音桥、奖杯特别火的时候，南屏就没什么人的感觉啊，就挺可惜的。我觉得位置挺不错的，对吧？你看这边，而且这边你看，这荒废的工贸大厦旁边就是一个，就有很多这种商品房。这边呢，其实据说是像什么上海城，好像是重庆最老的一批这种富人区啊。说到这个，想起来这个北京丰台的方庄了啊，也是曾经的富人区，现在就一般了。你要说商圈的整个的质感啊，就以我这几次来南屏工贸这边来看的话，其实和观音桥差不多的感觉。你看它这个瓷砖和这个地，就都是那个时期的感觉啊。我不怎么来啊。这就是这个上海城，说当年最好的这个小区吧。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儿半死不活的感觉。上海城，我为什么对上海城印象那么深呢？因为这块可以办那个，这儿有个出入境大厅啊，离我住的地方最近。看，南岸区南屏政务服务中心，这个基本上全国都是统一的，就可以办事儿了。像北京的西城、东城、丰台、海淀都有这东西，就是一体化的。你看这边其实小区挺多的，但就是不热闹。你看啊，这个应该就是它这南屏的步行街吧？具体是不是啊？这个就在正常的时间，没比这个人多多少。这就是我前几次来观察的时候看的。其实挺可惜的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可惜的啊。其实这么多居民楼呢。就是它政务服务中心啊，特别有印象。虽然这个小门特小，但里头特别大，整个一层楼。然后旁边有个蜜雪冰城，这可以上去。然后我来这儿吃过这个17家，这个餐厅比较少见啊。
你看从这儿出来啊，这栋楼特别有香港的风味儿、风格，真的。你看这个密集度，操，就跟好多个那种，就是北京那种苏式楼给它连在一块儿的感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挺有意思的。旁边这个楼，就是重庆，你别看我活动范围都在这些主城区，但是呢，它这个比如说渝中啊、南岸、江北这几个区，这建筑风格其实挺不一样的。说句实话，真的挺不一样。你看南岸这个区，南平也算他们老的城市中心了。这边的这个风格，首先它第一是老楼嘛，第二个但就是它这风格跟渝中的老楼是不一样的。你看这边这楼挺有意思的。你看这种架起来的这种步行通道，一看就是上世纪那种风格啊。其实这种通道让我想起来香港就有很多这种，这个把架起来，把这个空间让给车，然后让人走上面啊。有的城市是把这个人走下面，车走上面，这是不同城市不同的这种设计风格。你看这块儿，这设计其实就跟观音桥感觉是一个时期啊。但这边感觉就挺萧条的，挺有意思。你看啊，还是那句话，这边楼的密度特别大。你看，都是这种大高楼，都是这种高楼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没什么人啊。有人说可能是我拍个时间问你给他看多长时间啊？这是大年初三晚上9点45啊。如果是北京，我这个拍这个视频那就有点挑事儿了。但是在重庆呢，我这已经是习惯于晚上10点11点都是人的感觉了啊。所以这个感觉让我有点回到这种北京的感觉啊。但是你看观音桥还是这么火，刚才我刚拍完观音桥，这一个便利店灯火通明，这感觉有点像那个北京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中间竖起来几个便利店。但你看同样那个观音桥那个圈堵车呢还，那你看这边就相当落寞啊。他们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南岸区的区政府从南平搬到了茶园啊。茶园是非常远的一个地方，相当于就是南滨路是南岸最底下，然后往上就到这块南平了。南平呢再往上是南山，跨过这个南山是茶园啊。咱的确也不清楚这个政府的想法什么，可能要开发新区还是干嘛。但就是我看有很多帖子讨论啊，说这个南平为什么这种落寞了，跟政府有关系啊，就是他搬地方了嘛，对不对？是有点可惜啊，位置其实很好。从我这种感觉啊，像南平这块的这些老建筑，比渝中那些老建筑稍晚一点儿，但是就是说也没那么晚，也没那么老啊，也没那么年轻啊，就是说也没那么年轻啊。这明显是这种90年代末那种设计风格啊，挺多的。那本来想吃这个17家的，结果人家晚上10点就关门了。然后我说，按理说应该可以吃个什么小面什么的，是吧？嘿，给我一种在北京的感觉啊，就是满地儿找不到吃饭的地儿。的确啊，这跟我选的时间有关系，因为这个的确是没有什么人了。你看这块，所以我这种北京这几年不让放炮过年的感觉。花园路。花园桥，北京有花园桥这个地名，花园桥花园区，在北京的西三环里头。你看这个对面这些小商铺也关了，然后这楼上是一个居民楼。我觉得南平这边这建筑风格挺有意思的啊，挺好玩的。咱们来看走多远能找到一个吃东西的地儿。看这个怎么说叫行人环岛吧，我就这么叫了啊。有电梯可以上二楼这种行人环岛。在北方的2线城市，或者说就是说北京的这些稍微往远点的地方啊，都有这种设计，有个电梯然后往上走。重庆我见过，好像是大渡口有一个，转悠的时候看见过一个。然后北京的话，大兴黄村就大兴城区啊。大兴是一个，你现在可以理解为近郊，以前是个远郊。它的城区有一这玩意儿，在黄村市中心，黄村什么大街那儿吧，黄村王府井那一块儿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北京海淀的中关村啊，也有一个这个，但都是说比较远离市中心的位置了。
这是什么呀？重庆映像，南桐路，操，有意思啊！应该是南岸和什么叫什么同源局是吧？这没错，命名应该这么命名的，并不是那个意思。这块我非常不熟悉啊！你看这个，现在我就是给大家瞎走，因为其实在重庆瞎走也是可以拍素材的，但是这次我没想到，就是说这个南平这块人这么少，我去。但是你看南岸的话，其实它是一个很多人居住的一个居民区的，它密度和渝中不相上下。其实大家看这种步道形式，就是比较典型的北方风格啊。当然，这个自行车道，在北京的话，它不会放在这个人行道上，会搁在外面，这么单设一道。如果搁在里头，我印象中只有北京大兴，哎，它这个城区是这么设计的一个风格啊。就是市中心城区不是这么个风格啊。重庆这边司机啊，这是广东车，特着急，什么拐弯按喇叭。你看让他走的时候，他也不走了。这种要我开车，我就得骂他。但是我现在没开车，对吧？哎，难得啊，这儿有一个卖小面的，但是他在对面。你看这块儿。就是全是居民楼，就是现在非常典型的北京风格。你看这边这个地下通道，都和渝中区的不一样哦。渝中那边是黄标，就是跟那个日本那个 JR， 就跟那个重庆轨道交通一个设计风。这边直接这样的风格。我感觉我绕了一圈啊，我的方向感让我感觉这是在绕了一圈，绕一圈应该能回到这个宫贸地铁站。其实你看它这个大道设计的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戴斯酒店是吗？南岸区中医院。我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2077啊？这个南岸有点像那个太平洲的意思。2077不是那个开头那个介绍说太平洲还是那个太平洲？就相当于它以前是一个特别热闹的大都市，然后有点荒废了的感觉啊。我觉得南岸区还好，可能巴南更是啊。你看这个整体还是山城风格。你看它的停车场在地下面，哦，我也得下去。钻石国际，你看这就是一个下坡的路线了啊。但是要从这儿要下到什么南滨路，我认为还是有非常大，就是非常长的时间，因为这连江都看不见。好安静，还是那句话，这个我在中央公园那期说过啊，就是你很难在重庆，在市中心主城区感受到安静这个词儿啊。不说它吵不吵，就是一般重庆是很热闹的感觉，很安静啊，非常安静，这是我现在的感受。但是这块的话，对居民来说，比如楼上这些居民，肯定是很开心的，安静，睡个好觉。重庆这边像老居民区，你要早睡觉。我觉得你的窗户得关好，它这边一般老居民区都特别热闹。但是我整体来这个南平，哎，南岸这块转了一圈啊，它这边感觉还是新楼居多啊，都是这种0几年。你要往这边走，感觉是0几年的这种楼比较多一些。你看这个居民楼的密度多高，太不容易了，竟然有路边摊。重庆啊，待了半年多，还有个问题啊，就是它有的老城区的地方，会有那种下水道的味道，特别明显啊。哎，这块就有印象，应该快到那个宫贸地铁站了。这个就是不是就是那个宫贸吧？是不是？就是反正有一个楼，它是一个会展中心、换中心，然后有一个地铁口。我在去年那会儿在这儿坐过地铁，就是从那个地铁口走的。哎，你看，看见了，这就有一个地铁，这已经到地铁附近了。哎，你看这就对了吗？你看这块长江国际就是对着这个挨着长江了，挨着南滨路了，江边了。然后这个楼就应该是他们会展的地方。然后我记得就是那底下有个地铁口，你看这儿应该有一个。然后你看这块写的什么厚宝我也去过，然后拍没拍过忘了啊。厚宝明显的风格跟这不一样，厚宝全是那种类似于渝中的老小区啊，挺有意思的。那期我拍了，但我一直存素材没传啊。
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他妈怎么跟那碉堡似的？挺有意思啊！石板坡长江大桥啊，这个走这块就是可以到过江了，到渝中区了。嚯，这下水道这味儿啊，太明显了！长江国际。哦，这不他妈就走回来了吗？这就是那个什么工贸大厦吧？我一开始录的那个，转了一圈啊，不知不觉转了一圈，看到没有？那边就是江，不一样啊。南滨路整体的那个状况完全和这块不一样。然后后堡南岸的这个后堡跟这块也不一样，所以挺有意思的。重庆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多去转一转，它每个区的风格不一样，然后这个每个区的不同的街道区块也不一样。你像比如说我还去过，南岸的这叫什么？南岸的那个上新街和上号又是不一样的风格，那边也全是老小区了，就是那种老楼。这边南平我感觉更多的是这种新楼，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因为拆迁了啊。从这个历史原因，南平应该是他们南岸的最老的一个。哎，为什么这往下走不是3号线呢？看看。不懂啊，这底下是不是什么地下商厦？那你看这块是3号线是这么走。拍完这个工贸和南平呢，我就准备回去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回去路线呢，还得经过观音桥，所以呢，我又在观音桥上去又看一下观音桥的人流量啊，大家一会看一下。然后应该呢，今年的5月份，这次真的是要离开重庆了。大家还有什么想我拍的，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主要范围呢还是两江四岸以及能通地铁的区县啊，我都会再去看一看的。又来了一趟观音桥啊，要不有人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个先录一个后录一个。看啊，这个比南平录的时间晚了，然后这是观音桥的人流，明显好很多啊，但是肯定没有8、9点钟人多了，对吧？然后那个九街我就不去看了啊，但肯定是人流量不少的。最终还是饿得不行啊，因为在南岸一直没找到吃东西的地方，然后我就在这观音桥好吃街吃了碗牛肉面。你看观音桥好吃街的这人流量还是非常多的啊。然后这个牛肉面呢，好吃街怎么说呢？牛肉面不太正宗啊，我觉得不太正宗，就它烫菜都是白菜，你知道吧？牛肉呢，凑合吃一口吧。回家的时候还做了一辆比较特殊的9号线啊，大家能看出来吗？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3连关注 YouTube 点赞订阅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